表妹沈柔进宫后，我这个大圣朝唯一嫡公主成了一个笑话。母后偏心她，父皇厌恶，自小定下的未婚夫当众骂我恶毒，就连我住的永春宫现在也要无条件让给他。原主好惨啊，心疼。眼花了吗？给新来的科普：沈柔绑定了女主系统，任务是掠夺原主李昭属于嫡公主的福运，抢父母、抢兄弟、抢财产、抢未婚夫，最后一步就是抢永春宫。等永春宫彻底到手，原主气运归零，只能心碎绝望，自缢身亡。沈柔彻底娶了她成为嫡公主，关键是原主到死都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一直以为是自己不够好、不够大度、不够懂事，其实根本不是她的错，是沈柔开了挂呀！人家可是绑定了掠夺系统的，原主还能怎样？也是，原主不是没想过弄死沈柔，奈何沈柔预判了她的所有行动，处处抢得先，原主斗不过，根本斗不过。桩桩件件和3年来发生的一切严丝合缝，难怪我每一次的反击都能被沈柔轻松化解，还全反噬在我身上。去永科宫。永科宫？梁贵妃那儿？对。我不再做嫡公主了。如果我不再是嫡公主，沈柔你还能抢吗？表姐，这大清早的要去哪儿？心疼原主，沈柔的系统已经开始报警了，不管原主怎么做，都逃不过沈柔的预判。表姐，你这是要去贵妃娘娘那儿吗？姨娘说我身子不好，非要让我住进表姐的永清宫。表姐是不是生气了？所以想去找贵妃做主？表姐是不是气糊涂了？贵妃娘娘无宠无爱，能为你做什么主？你为什么还不去死呢？看着我一步步对你蚕食谈杀，还无人给你做主的滋味，是不是很绝望，很憋屈？表姐，是不是很想打我？快来打我啊！沈柔早已预测了原主的所有行动，原主杀不了她的，只会再一次坠入沈柔给她设的陷阱。可怜的原主，直惨！换作是我，干脆杀了她得了。你不让我活，大家都别活。昭公主，这么晚了，怎么来我这儿了？娘娘，您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孩子吗？以后我做您的女儿，可好？天啊，原主这招妙啊！如果做了贵妃的女儿，她就不再是嫡公主了。沈柔是不是就抢不到她身上的气运了？这3年来，我在宫中的处境，娘娘也看到了。我要给自己挣一条活路，我需要您的帮助。当然，我不会让娘娘白白付出。您想不想为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报仇？娘娘想不想看到皇后吃瘪？娘娘的母族虽然强大，但将来等太子继位，梁家怕是第一个被清洗。我做您的女儿，梁家就是我的母族，以后咱们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。报复皇后，拉太子下马。我去，昭昭这是破罐子破摔还是早有预谋？这不是破罐子破摔，这是绝境下的极致清醒。他都已经被逼到地狱口了，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关键是他说服贵妃的逻辑太强了，利益交换不是祈求怜悯。贵妃这种聪明人，只有利益才能打动他，而且他赌对了，贵妃等的就是这句话。
你可知道，做了我的女儿就不是嫡公主了。皇后会恨你，会打压你，陛下会失望，你的婚事也会受影响。我知道，顾家那边，顾太已经不是我未婚夫了，他要娶的是沈柔。你不恨？不恨，只是可惜那些年的好时光，但人总要往前看。好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哭了！原主绝境下的破局真的太妙了。沈柔明明马上就要完成任务了，只差临门一脚，却功亏一篑。娘娘，皇后娘娘派人来了，说是找昭公主。让他们进来。昭公主，皇后娘娘说，崔嬷嬷，回去告诉皇后，从今天起，李昭是我的女儿，她住永坑宫，以后就不劳皇后操心了。是，老奴告退。母妃，皇后接下来肯定要来找我们麻烦，咱们怎么办？你有什么好法子？母妃不是已经有主意了？走吧，咱们先下手为强。来替昭儿告状的。陛下误会臣妾了，臣妾只是觉得昭公主实在是可怜。她跪在臣妾面前的时候，身上穿的是去年的旧衣裳，头上只有一只白玉簪。皇后不是赏了她不少东西？皇后逼着她全给了沈小姐。陛下，昭公主是嫡出的公主，如今她身上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。11公主是宫女所生，每季还有3套头面，4季衣裳各4套呢。臣妾不明白，皇后娘娘把昭公主的东西全给了沈小姐，如今连亲生女儿的宫使都要逼着让出去，不让就只能住秋桐宫。混账！臣妾不是要跟皇后争什么，臣妾只是心疼那个孩子。昭公主甚至说，为了能活下去，不再受沈柔欺负，不被皇后冷落打压，她愿意做臣妾的女儿。来人，下旨，皇后为母不辞，苛刻嫡公主，念皇后操持后宫琐事，又要照顾沈小姐，疏于照顾昭公主。今后昭公主由贵妃抚养，并任贵妃为母，赐驻永科宫，另赐昭公主珍宝4箱，布料20匹，金银珠宝若干，不得有缺。是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母妃，皇后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为了不让皇后找咱们的麻烦，咱们得找点事儿给她做。公主，您是不知道，陛下圣旨刚传过去，坤宁宫那边就彻底闹翻天了。据说皇后气的还摔了一套官窑茶具。沈柔不愧是史上第绿茶，才挑凶下去了道歉来。他3言2语就把自己摘了出去，还成功把皇后的怒火引到原主身上。这皇后也是个蠢的，亲生的不疼，偏疼一个外人，真是拎不清。皇后膝下有太子、2皇子、5皇子3个亲生儿子，后位稳如泰山，她是绝不会容忍我的背叛。公主，皇后已经放话了，她说看你离了她能蹦跶几天。奉皇后娘娘之命。昭公主，既然您不再是嫡公主，那关于嫡公主的一切，皇后娘娘自然都要收回去。
还请公主把这些年所得的所有赏赐全部交换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边。公主的衣裳呢？首饰呢？御赐的物品呢？皇后娘娘赏我的浮光锦云锦，去年给了沈柔；东珠头面、镶白宝点翠头面，前年给了沈柔；御赐的文房四宝汗血宝马、东珠黄金玲珑塔，大钱给了沈柔。其他的林林总总，全给了沈小姐啊！嬷嬷不知道吗？昭昭这语气绝了，他知道个屁！他敢说知道吗？崔嬷嬷估计在心里骂娘，这趟差事没法干了。走！嬷嬷，要不要再去沈小姐那儿搜搜？东西可全都在她那儿呢。走。还没完，皇后收东西不成，丢了脸面。母妃料事如神，必然要找回场子，但她不会亲自出手了，她会等你出错，等你露出破绽，然后一击致命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去找你父皇。又要哭？这次不哭，这次是去心疼你。贵妃又要出手了，期待！皇后以为收东西是给昭昭下马威，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现在贵妃要去补刀了，哈哈！关键是贵妃每次出手都名正言顺，上次是心疼孩子，这次是为公主的体面鸣不平。皇后想挑错都挑不出来，这就是高段位啊！姐妹们，不吵不闹，句句在理，但每一句话都在往皇后的脸上扇巴掌。走，咱们去坤宁宫。你要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这是我列的清单，都是这些年沈柔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。既然父皇说补齐，那把这些补齐就行。浮光锦3匹，东珠头面7套，御赐文房4宝4套，碧玉镯子6对，红山图串珠9条，嵌宝石护甲6对。可怜的昭昭，忍了整整3年，3年啊！皇后脸都青了，这些全是从她吐出去的，不怕是吐出来，怕是先给烫着。这招太狠了，昭昭不是拿着皇后的刀割皇后的肉，还要皇后亲手递刀。皇后娘娘，陛下说了，悉数补齐，若有总缺，唯皇后试问。这些东西，劳烦您了。他急了，他急了。表姐，为了与姨母置气，就不认生母跑去认贵妃。表姐可有考虑过姨母的感受？罢了，她既然不要我这个母后，那就跟着梁贵妃吧。以后本宫就当没你这个亲生女儿。沈小姐，我已经把自己的母亲让给你了，你还要怎样？你穿我的衣裳，戴我的头面，住我的永春宫，抢我的母后兄弟手足未婚夫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连给自己找个母亲都不行吗？你是不是要把我逼死才甘心？姨母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懂事，我真不该进宫的，还是让我回自己家吧。不能因为我破坏了您和表姐之间的母女之情。李昭，你看看你，论绿茶技能我干不过他，但装可怜谁不会？沈小姐，求求你了，别再说离开皇宫这种话了。每次你一说，我就会被千夫所指。皇后娘娘骂我，太子哥哥打我，不是罚禁足就是扣月钱，
我知道这是你以退为进的把戏，可谁叫没了父母，而我有父有母呢？我现在就走，永庆宫让给你，母后我也让给你，我去睡大街住冷宫，只求你别再说这种话了。我去，昭昭反杀了，他不是不会装，他是根本没出手。沈柔懵了，哈哈哈哈，这回轮到他不会接了。李昭，你堂堂嫡公主，胡搅蛮缠像什么样？还有没有体统？梁贵妃，本宫好好的女儿才去你那儿1天，就变成这副样子，你可真会教。昭儿，如今你是本宫的女儿，哪有公主跟臣子之女磕头的道理？母妃，我知道给您丢脸了，可若不给沈小姐磕头，皇后娘娘又要罚我了。沈小姐，你一个臣子之女，再遭贵还能遭贵过公主？皇后娘娘为了抬举外甥女，把公主的脸面往地上踩，还是说沈柔才是您的亲生女儿？打得好，早该打了。一派胡言！沈柔是本宫的外甥女，没了父母的孤女，本宫不过是稍微疼惜她，这就碍你眼了。究竟是嫌弃她是孤女，还是因为她是您爱而不得的男人的女儿，才会爱屋及乌？皇后心里最清楚了。我去，这话也太狠了，皇后脸都白了，这明显戳中了。陛下，陛下，赵公主被逼得给沈小姐磕头求饶，臣妾这个做母亲的心疼啊！皇后说沈柔只是她的外甥女，可臣妾却亲眼看到她逼着亲女儿给外甥女下跪，臣妾不明白，什么样的母亲能做出这种事？梁贵妃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本宫够了！父皇，女儿有错，错在有父有母，而沈小姐无父无母，女儿确实该让她的。可是，我连自己的宫室都让给了沈小姐，连母后也让了出去，沈小姐依然不肯放过我，是不是要把我的命给她，她才肯善罢陆休？这一刀太狠了，昭昭这不是哭诉，这是句句诛心。皇帝但凡还有点良心，今天都不可能轻轻放过。公主给臣女下跪，朕竟不知大圣何时乱了尊卑。陛下，此事有误会，臣妾可以解释。朕问你了吗？来人！沈柔身为臣女，逼迫公主下跪，以下犯上，掌嘴20，罚跪2个时辰，身边侍候宫人统统杖毙。是。姨母，姨母救我！陛下，柔儿身子一向娇弱，进不得。她逼公主下跪时，朕看她精神得很。谁在求情，就陪她一起跪。父皇，皇后娘娘身边的崔嬷嬷今早带人闯进女儿寝宫，如同抄家，就连父皇从前赏给女儿的首饰也被她故意弄坏了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不敢。李昭，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一个奴才也敢对公主不敬，拖下去，一并杖毙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奴婢再也不敢了。母妃，我早该认您做母亲的。
有母亲护着，原来是这样的感觉，原来我也能有人疼。好孩子，哭吧，把这些年的委屈都哭出来，以后有母妃在。陛下赏永科宫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好，退下吧。真的赐给我们了，以后我们住这儿。真的，以后永金宫就是你们住的地方。沈姑娘如今搬进了偏殿，听说是连夜收拾进去的。她进宫3年，哪里受过这种气？昨儿还好好的，今儿就病倒了。皇后娘娘一整日都守着，连衣裳都没顾上换，嘴上虽骂得厉害，可谁看不出心疼的紧。本宫倒要看看，他们还能得意多久。如今6宫里都在议论，说皇后娘娘带外甥女，倒比带亲生女儿还伤心。风一旦吹起来，就拦不住了。那就让它吹。坤宁宫赏银500两，永科宫赏银1000两。贵妃娘娘和公主当真亲近，真是母女情深。皇后娘娘，陛下赏的那套红宝头像，臣妾眼馋许久了，不知娘娘可否割爱？庄妃，你越格了。母后，一套头眉而已。庄妃娘娘那么要脸面的人，都向您开口了，您再拒绝，让她脸面往哪儿放？就是，庄妃妹妹也怪可怜的，父母都没了，一个人孤苦伶仃在深宫里。您身为皇后，自该更加怜惜才是。拿去吧。谢娘娘割爱。李昭，你吃里扒外，狼心狗肺，母后哪点对不起你？你竟帮着外人打他的脸！太子殿下这么手足情深，那把太子之位让给二皇兄可好？他可是眼馋这个位置好久了。怎么不说话？原来你这么小气，区太子之位而已，也不肯相让，真是让我失望。你冷了吧？快暖暖。母妃，这才刚开始。我知道。原主小心啊，沈柔已经在谋划出宫嫁人了。顾太明日就会进宫来找你的茬。顾太，又是他。上次他为了沈柔转头就去皇后跟前哭诉拍帮我，那我连沈柔的面都没见着，却被罚抄女戒30遍，禁足半月。李昭若，不是我听沈柔说你经常苛待她，我竟不知你是这般蛇蝎心肠。皇后，昨日我亲眼看见公主想要把沈柔推下湖中，你可要为沈柔做主啊！昭公主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看啊，
不及沈小姐的1/1000。此物配不上柔儿。一桩桩，一件件，我记了3年。小姐，顾太到永和宫了，宫人不让他进，他就开始骂公主，说公主不识抬举，忘恩负义。他还在叫嚣，让您出去见他。顾太咆哮宫门，直呼本公主名讳，以下犯上，让侍卫把他插出去打30大斩。是。让昭出来见我！公主有令，顾太咆哮宫门，直呼公主名讳，以下犯上，插出去打30大挡。他敢！李昭，你不识抬举，忘恩负义！李昭，你敢！宫门之前，岂容你放肆！李昭，你敢这样待我，我发誓，以后再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拿去烧了。是。父皇已厌倦太子，太子在父皇母后面前说了你不少坏话，我为你辩驳，反被骂吃里扒外。二皇兄，我想你回来当太子，李州能不能被挑拨我不在乎，能埋根字就够了。送出去。是。五弟，我不喜欢太子了，我喜欢二皇兄。如果太子能把位子让给二皇兄，我可以考虑继续认他当兄长。你母后，李昭疯了，他竟敢挑唆五弟，说什么要我把位子让给二弟。原主这次可要小心了，皇后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她动不了你，就要动你的婚事了。我如今是贵妃的女儿，贵妃的母族梁家在朝堂上势力不小，父皇需要梁家制衡皇后的外戚，贵妃在后宫就不会倒。皇后想染指我的婚事，没那么容易。娘娘，您那套翡翠头环真好看，皇后娘娘库房里还有一套更好的，您不去要看看？是啊，皇后娘娘母仪天下，最是慈爱大度，您去要，她肯定给。娘娘不去开口，倒可惜了。臣妾瞧上了娘娘库房那套头面，臣妾也斗胆来求娘娘一件宝贝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自小就没了母亲，好可怜的。皇后娘娘向来仁慈，就不能怜下臣妾吗？你倒是会拿他的话堵他，他自己教的。去找太子要明艳、好马、古琴，喜欢什么就要什么。你们一个个都疯了是不是？你就在库房取东西。娘娘，沈柔不能再留在宫里了。外甥女若真成了私生女的谣言，那还得了？请娘娘赶紧把人嫁出去。我命苦，我可怜，被一个臣子之女欺辱，连宫室都被霸占了去。宫姐，
又在想什么坏主意？搬到永科宫后，逐渐丰厚的家底，比起沈柔从我手中夺走的，还差得远。母妃，明日去坤宁宫请安，务必配合我。皇后娘娘，沈小姐身为臣女，入宫这么久，竟从不向公主及各宫娘娘请安，这规矩是不是该立一立了？贵妃娘娘说的极是，臣妾早就觉得不像话了。她一个臣女，见了我等竟连个身都不恭，成何体统？可不是吗？知道的是借住在宫里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宫里又多了一位金尊玉贵的主子呢。哼，我们这些正牌的公主，倒要天天看着她的脸色，真是不知所谓。柔儿身子一向弱，本宫便免了她的繁文缛节。娘娘疼爱外甥女，臣妾等明白。可这宫里毕竟是讲规矩的地方，传到宫外去，还以为我们大圣朝没了礼数。去传沈柔。是。见过各位娘娘，见过诸位公主。沈小姐，你这头面好精致，可否借给我戴几天？我知道沈小姐瞧不起我，不借就算了。李昭，这头面是本宫赏给柔儿的，你堂堂公主向臣女要东西，还要不要脸？皇后娘娘，我知道宫里什么好东西都是沈小姐的，我只是想借来戴几天，又不是不还，您连这个都不许吗？我就知道娘娘心里只有沈小姐，没有我们这些公主。就是我们连个外臣之女都比不上了。够了！堂堂公主从哪儿学来的唱念做打？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皇后娘娘，公主们都是跟着沈小姐学的呢。听说沈小姐靠这套本事，从诸位公主家里夺了不少好东西，公主们有样学样罢了。表姐想要，拿去戴就是了。算了，沈小姐的东西我哪敢要？万一哪天又说是我抢的，我可担待不起。六妹妹有所不知，以前沈小姐找我讨东西，我若不给，皇后娘娘训我，太子殿下骂我，连顾太都进宫指责我，说我不仁小气。沈小姐是强盗不成？柔儿，把绸面给她，姨妈再给你更好的。沈小姐的东西我可不敢要，免得又有人来找我麻烦，说我堂堂公主抢臣女的东西。谢沈小姐赏。身为公主，享受了朝廷供养，礼仪为国分忧，和亲塞外是为大圣出力，这是荣耀。昭儿，你可有异议？我嫁。昭儿，你胡说什么？不过临行之前有几个小小的心愿，还请皇后娘娘成全。什么心愿？我之前送给沈小姐的黄金玲珑塔和浮光锦要还给我，我带去和亲也体面些。皇后司库里那尊1丈高的珊瑚盘锦和那批云锦要送我，我带去和亲，代表的是大圣朝的脸面，太寒酸了可不行。太子殿下的海东青翡翠盆栽我要带走，武皇帝新得的乌云盖雪碧玉剑也得给我。李昭，你
和亲是为朝廷出力，为国家献身，我懂。可我只要这几件东西，皇后娘娘都舍不得吗？我都要去和亲了，提出的这些小小要求，皇后娘娘都不能满足吗？是啊，昭公主为国和亲，连这点体面都不给，传出去，人家还以为咱们大圣朝的公主不值钱呢。就是，公主为国出力，带几件嫁妆怎么了？是啊，庄妃说的对。皇后娘娘私库那么丰厚，这点东西不过是9牛1毛，若连这点都舍不得，还谈什么为国分忧？表姐，姨母只是开玩笑的，你是姨母的骨肉，她再怎么也不会真送你去和亲的。沈小姐说的对，皇后娘娘只是开玩笑。可万一不是玩笑呢？和亲既然是皇后提的，那我自然义不容辞。只是沈小姐入宫3年，吃穿用度比公主还滋润，也享受了天下人的供养，是不是也该跟我一起去和亲？咱们路上也有个伴。对啊，沈小姐吃住都在宫里，用的都是宫里的，凭什么只让我们公主去和亲？就是，沈小姐过得比我们还尊贵，真要为国出力，也该出一份力。是啊，七公主说的太对。够了！和亲一事，本宫只是嘴上提提，不必当真。今日就这样，都散了吧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套的？跟沈柔学的。她不是最擅长拿别人的东西做人情吗？我不过是有样学样。既然沈柔这么想离开皇宫，那我便成全她。沈柔要嫁人了，皇后要在宫中给她办宫宴，正4品以上的外命士都请了。那咱们送她份大礼。皇后本来想封沈柔当郡主的，被昭昭搅黄了，现在提都不敢提。为了弥补，皇后快把坤宁宫搬空了，昭昭又要搞事了，期待。沈小姐，新婚快乐。表姐有心了。沈小姐可是皇后娘娘唯一的外甥女，娘娘那么疼她，嫁妆怎么才这点儿？那珊瑚盆锦、浮光锦、云锦，还有铺面田庄，也该都送给沈小姐才是。太子殿下不是一直视沈小姐为至亲手足吗？您的海东京、翡翠盆栽就送给沈小姐添加吧，全了你们的兄妹之情。武皇帝，你那匹乌云盖雪、碧玉剑、万顷黄装留着也没用，不如送给沈小姐当嫁妆。皇后娘娘一向疼沈小姐，视如己出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就是，沈小姐出嫁不能太寒酸。太子殿下最是仁厚，一直公开胸称把沈小姐当成亲妹妹疼。如今亲妹妹出嫁，这点天庄不会舍不得吧？多谢娘娘厚爱，多谢太子殿下，多谢五皇子割爱，臣妇一定把沈小姐当亲女儿疼。沈小姐不过孤女，皇后至于搬空库房？沈小姐可不是一般的孤女哦。我现在才发现，沈小姐和皇后长得还真像。是了，外甥女像姨母，应该的。
这人是你安排的，不是宁妃的从妹。李昭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！太子殿下，当初你为了沈柔逼我让东西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武皇帝，你不是一直拿沈柔当亲姐姐吗？亲姐姐出嫁这么大的喜事，一匹马都舍不得吗？你，这燕不够肥，顾家这是没诚意啊！哼，聘礼也单薄了些。沈小姐可是皇后最疼的外甥女，比公主还尊贵，这点东西打发叫花子呢？就是，太寒酸了。顾家再加3倍聘礼。李昭，你到底想怎样？急什么？当初你从我这儿拿走的那些东西，孤本、玉佩、古琴各类名贵摆件，必须一样不少的还回来。另外，沈小姐是皇后嫡亲外甥女，金尊玉贵，比公主还尊贵，想娶她得加码。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你当初从我手里抢东西的时候，可没说过。父皇，当初顾太仗着是我未婚夫，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好东西，如今他不娶我了，就去娶别人，那些东西凭什么不还？他仗着女儿爹不疼娘不爱，肆意作践，女儿堂堂公主被一个臣子呼来喝去，动辄辱骂，您都不心疼吗？据传朕的口谕，赵公主昔日送出去的东西，顾家必须一件不少的还回来。沈柔是皇后外甥女，想娶她就得拿出诚意，不满足公主的要求，这婚别想结。娘娘，皇上歇下了，吩咐了谁也不见。皇后娘娘，给娘娘请安。李昭，你别太过分！柔儿出嫁是大事，你闹成这样，丢的是皇家的脸。娘娘，当初沈柔抢我东西的时候，您可没说过丢脸。昭儿，本宫知道你心里有气，这样本宫补偿你。不必，我只要回我自己的东西。你以为认贵妃为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本宫是皇后，母仪天下，还收拾不了你一个公主。娘娘大可试试。公主殿下，当初的东西一样不少，全数奉还，无法补回的皆已折成等价珍玩。抬走。解气了？还早，这才刚开始。启奏陛下，昭公主近来对皇后娘娘频频不敬，行事拐杖，忤逆不孝。臣恳请陛下严惩昭公主，以正孝道。公主不好了，皇后又叫人在朝廷上污蔑你了。又是这套。以前沈柔抢本公主东西，本公主气不过顶撞2句，次日朝堂上必有言官弹劾，罚禁足，罚跪，打手心，连身边伺候的人都跟着遭殃。公主，那如今可怎么办？皇后这是急了，只要父皇清除本公主的委屈，这些弹劾根本伤不到本公主分毫。陛下，臣要弹劾沈柔。沈柔区区臣子之女，无功无爵，却在顾家履行僭越之事，佩戴僭越之物，一视头面，皆以严重谕治。放肆！
传朕旨意，命锦衣卫直扑顾家，彻查。这些都是皇后和太子殿下赏赐给我的。父皇，沈柔那些僭越之物全是从我们身上搜刮去的。她仗着母后偏袒，屡次抢夺我们的头面衣饰，甚至御赐之物。我们若是不给，母后就训斥我们不够大度，毫无公主风范，动辄惩罚禁足罚跪。父皇，当年我的红宝头面被他抢走时，我才整整10岁啊！他连我母妃留给我的唯一遗物都要抢走，荒唐！以践踏公主之尊，成就臣女之尊，简直闻所未闻。皇后主次不分，把皇家尊严视同儿戏呀！父皇，母后绝无此意，定是有人。太子殿下，事实摆在眼前，您还要为僭越之人开脱吗？来人，传旨，沈柔嫁妆抄没入宫，太子亲疏不分，即日起东宫闭门思过。便是嫡公主的嫁妆，怕也没这么多吧？听说沈柔是皇后爱而不得的男人真女，看来传言外甥女连嫡公主都被逼得认贵妃做母亲了。这套翡翠围棋是本公主的。镶百宝的珍珠头面，沈柔借取整整2年了。这个展翅含珠点翠凤翅，也是我的。皇妹，咱们堂堂公主之尊，竟让臣臣之女欺负成这样，是大圣朝的公主不值钱，还是咱们不中用？皇姐，并非咱们不中用，而是大圣朝的公主确实不值钱啊！这些物品，朕全赐给你们了。李昭，你！皇后娘娘来得正好。沈小姐那些僭越之物，皇后娘娘才是罪魁祸首呢。皇后，朕竟不知，你拿朕的库房去养别人的女儿。陛下，臣妾只是怜惜柔儿无父无母，这才怜惜到践踏朕的公主。朕的公主难道还不如你那外甥女金贵？传旨，沈柔僭越犯上，夺去所有赏赐，永不许入宫。皇后教唆无方，罚俸1年，禁足坤宁宫，无旨不得出。父皇英明。这一局昭昭赢得彻底，但以皇后的性子，这口气她咽不下去，更大的风暴还在后面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母妃，好看吗？好看。皇后和太子已失圣心，此时不归，更待何时？快马加鞭，送到边关二皇兄李周手中。我和母妃吸引了皇后所有的火力，剩下的就看娘娘和四皇兄了。昭公主放心，本宫明白。李昭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竟然认贼作母！五皇帝，骂完了，想要本公主回心转意，不认贵妃也行，把你手里父皇赏你的那片万绮黄妆送给本公主。你做梦！你简直贪心不足！区区一个黄妆，你竟舍不得？在五皇帝眼里，母后的性命，嫡亲兄长的前程，居然还不像这点死物。我算彻底看清你了！李昭，你堂堂嫡公主，竟然认贵妃做母，简直是大逆不道！
想要本公主不认贵妃也成。二皇兄，把你手中的3000精兵交给我。你狼子野心！当初沈柔要走了本公主用惯的宫女嬷嬷时，二皇兄是怎么说的？你说不过几个下人，你至于吗？如今轮到你自己，怎么就至于了？你们为了沈柔，一次次逼迫本公主退让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手足之情？枉为太子，连老四都压不住，还有脸在这里胡闹？为了一个沈柔作践亲妹妹，落得今日下场，你活该！李周，你放肆！二皇兄息怒，莫要与他计较。太子殿下，区区一个太子之位，难道比得过手足之情？本公主对你真是太失望了。殿下请自重。动不动就动手打人，毫无储君风范。大圣朝有你这样的太子，还真是连乡野村夫都不如。李周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本太子！李周，你竟敢拦我！皇姐，刚才太子哥哥的脸都绿了。他心疼他的，咱们拿咱们的。太子最近真是四面楚云，朝堂上被大臣骂，兄弟背后捅刀，连弟弟妹妹都来薅羊毛。关键是他说什么都没人理。当年逼昭昭让东西的话，全被昭昭拿来堵他的嘴，左右都是痛。说起惨，沈柔比太子还惨。沈柔在顾家快被作践死了，顾太娶到手就变了脸，新婚3个月就睡丫鬟，婆婆每天让她立规矩，天不亮就起来伺候，动则打骂，嫁妆被抄光，她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。贵个老的律师牌子在绿家还懂不吃香，哭就罚她跪，她装可怜就让她饿肚子。现在顾家上下都恨她，为了娶她赔了多少好东西进去，结果娶了个扫把星。去哪儿？去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你现在来做什么？娘娘，我刚从东宫回来，太子哥哥最近憔悴了不少，我瞧着心疼。你是去心疼他，还是去挖他的东西？娘娘这话说的，我当然是去心疼太子哥哥的。不过比起太子哥哥，沈小姐才是真可怜呢。你说什么？娘娘还不知道吗？沈小姐在顾家，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伺候顾夫人，动辄挨骂挨打，连饭都吃不饱。那顾太成婚3个月就纳了妾，如今连看都不看她一眼。你说什么？在宫里有娘娘撑腰，比公主还尊贵，怎么嫁了人就沦落到这般境地？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草鸡就是草鸡，没了娘娘撑腰，她连只落汤鸡都不如。李昭，娘娘，我是心疼沈小姐才来告诉您的，您怎么还骂我呢？你……对了，太子被厌弃，理由就是亲疏不分，是非不分。堂堂储君顶着这样的名声，迟早要被废，真可怜。皇后娘娘，人家说妻贤夫祸少，我倒觉得母贤子祸少。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。这话送给您，望娘娘共勉。对了，沈小姐托人带话，说想求娘娘救她，可惜娘娘禁足，自身难保。昭昭这一刀补得够狠，皇后现在最在意的2样，沈柔和太子的前程，全被昭昭踩碎了给她看。以皇后的性子，昭昭这番话比打她一顿还疼。翠英，折一只。公主，折来做什么？插瓶，摆在我母妃的案田。五弟，沈柔在顾家快被作践死了，你不去救她，她能有今天，
不全是你的手笔。你说的对，但如果你不去救他的日子只会更难过。你当真不去？再敢欺负沈柔，要你的命！武皇帝，你也太蠢了吧！你这不是帮我又给沈柔添了一把火了吗？太子哥哥，哥让5000请黄庄给我，我就去救你稀松平常的表妹。你做梦！你不是最疼沈柔吗？如今她有难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，手足之情还比不上几亩地。李昭，你认贼作母，受点委屈连亲生母亲都不认了，迟早遭雷劈。别说那些没用的，5000请黄庄换沈柔一条命，你换不换？不换。那母后呢？只要你把黄庄划给我，我就去搭救母后。你少在这儿！不会吧？区黄庄而已，难道还比不上母后的身家性命？亏母后那么疼你，你连这点东西都舍不得。太子哥哥真是让我失望。陛下，昭公主不认生母，执意认贵妃为母，数典忘祖，此乃大不孝。不孝之人，何以为皇家表率？请陛下严惩昭公主。不孝的罪名压下来，昭昭这辈子就毁了。父皇，女儿并非不孝，贵妃娘娘当年那个未出世的孩子，是被母后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女儿认贵妃娘娘做母亲，一则为了宽慰贵妃娘娘膝下无子痛，二则是替母后还债。你可有证据？太医将近，当年的事他是幕后帮凶，父皇只需拿下他仔细审问，当年的真相必能水落石出。来人，把太医将近押入慎刑司。是。陛下，臣妾恨毒了皇后，但昭公主替母还债，主动承欢膝下，臣妾看在眼里，心都化了。看在昭昭一片孝心的份上，臣妾可以不追究皇后的杀子之仇，只求陛下给昭公主应有的体面，也算为臣妾那无辜的孩子积德。朕准了，真是没想到，昭公主认贵妃为母，背后竟有这般感天动地的隐情。是啊，替母还债，承欢膝下，昭公主当真是至孝至贤。那些先前弹劾公主不孝的人，真是羞愧难当。陛下不仅重赏了昭公主，还厚赏了贵妃，甚至夺了皇后的掌宫大权。这后宫的风是要彻底变了。李昭，本宫生了你，你却要灭了本宫！母妃，还哭吗？哭够了，那回去喝茶。好。这一局昭昭赢得彻底，不仅洗清了罪名，还顺手扒了皇后一层皮，爽！如今这后宫里，人人都盯着清宁宫呢。那些个意外失了孩子的姐妹，看皇后的眼神，恨不得生吞了她。替母还债这招，不仅洗清了本公主身上的不孝骂名，还立了个大孝的人设。皇后如今没了掌宫大权，又背着残害皇嗣的罪名，怕是已经气疯了。李昭，你这个蠢货！就算你再恨母后，她
他跟太子哥哥真要是倒了，你以为你会有好下场？李昭，你我毕竟是骨肉至亲，你报复了这么久，也该消气了。听我一句劝，去父皇面前美言几句，帮着对付宁妃和老四，这才是大局。想让我帮太子？成啊，把你手里的那匹汗血宝马让给我。你简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！怎么，舍不得？宝马再珍贵，能珍贵过手足之情？太子哥哥，可不是本公主不想帮你，奈何你那好弟弟不给力。在他眼里，所谓的手足之情不过是个笑话。为了报复我们之前的疏失，你当真要一条路走到黑？老四李定跟你很亲吗？人家又不是没有亲生手足，怎么可能真心对待你这个叛徒？李定对我好不好不重要，但他恩怨分明，重情义，这就够了。昭昭，之前是我不好，不该为了沈柔冷落你、打压你。但你我到底是一母同胞，我自己无所谓。可你的嫂嫂、你的侄儿们，你真忍心让他们不得善终？区太子之位没了就没了吧。想要善终很简单，现在就上书请辞太子，自贬为皇子。相信父皇会给你善终，未来的皇上也会善待你。滚！你给我滚！昭昭，你为什么帮老四不肯帮我？我们才是真正的骨肉至亲啊！在我被逼得走投无路时，我的手足亲人非但没有帮我，反而痛踩我一脚，把我仅剩的财物都给了凶手。换成是你，你会原谅吗？以前那都是被奸人蒙蔽，但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，你怎么还不肯放下？想要我原谅也行，把你的3000精兵分一半给我。换个别的条件，让沈柔生不如死，你能做到吗？站在这儿碍什么眼？还不滚出去立规矩！表哥，你送那些狐妹子去顾家，是要逼死柔儿啊！求表哥给柔儿做主。你仗着皇后宠爱，在顾家作威作福，毫无教养，简直丢尽了皇家的脸面。从今往后，丢掉你宫里的娇顺，安心做个合格的妻，少来烦本王！二皇哥，李定是天选之子，他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趁现在还能挽回，收手吧。若能助他一臂之力，将来的荣华富贵少不了你。哼，你吃里扒外，帮着外人对付亲兄弟，将来定不得善终。公主，最近朝堂上几位皇子斗得厉害，昨儿个听说四皇子府门前见红了。夺嫡之路血腥残忍，父皇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几个兄弟已经杀红了眼。为避免被殃及，本公主必须尽快出宫。你想好了？这时候出宫，唯有嫁人一条路。这京中未婚的世家子弟，个个背后都连着党羽。你若嫁了，便等于给老四拖了后腿。所以，本公主要娶她。梁磊，我那不成器的亲侄子。正是他，庆国公府二房公子，文不成武不就。他可无法继承家业，将来最多分份家产，混吃等死。本公主图的就是他没野心，好拿捏。梁磊，本公主嫁与你，条件你可看清楚了？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。长公主放心，臣心里有数。
大圣朝的驸马按规矩终生不能纳妾，后面见本公主，你得行叩拜之礼。你当真不在乎？哈哈哈，臣在乎那作甚？实不相瞒，臣在梁家并不受宠，娶了公主，臣便有了这天大的身份。往后在这京城里，谁不得高看臣一眼？这日子可不就更上一层楼了？你倒是个实诚人。公主，臣这辈子就想混吃等死，只要您给臣体面，臣绝对安分守己，绝不给您添半点乱。如此，幸好。昭昭终于安全出宫了，大婚避祸，这手玩得漂亮。但宫里已经要炸了，李寿那个蠢货已经被太子说动，要当冲锋的排头兵了。李寿，你终究还是要为了你那好太子哥哥去趟这趟浑水。吴帝，如今父皇病重，老四把持朝政，若再不动手，你我兄弟都得死。只要你带着西营的兵马冲进去，储君之位，故分你一半。哥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。为了母后，为了大局，我李寿万死不辞。李定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！太子哥哥马上就带大军来救我了，你死定了！武帝，太子的大军半个时辰前已经撤回东宫，闭门谢客了。他把你留下，只是为了拖住我的禁卫军。不可能，他是我的亲哥哥，他答应过我。放箭！撤退！撤退！二哥，收手吧。公主，边关传来消息，二皇子坠马2条腿都废了，这辈子只能在床上瘫着。五皇子死在了乱军中。手足残杀，夺嫡血腥，这局李定终究是赢了。儿啊，你不能死啊！母后去求李定，去求皇上，总能保你一命啊！求？你去求谁？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亲女儿你不疼，非要疼外甥女沈柔那个贱人。为了她，你作践昭昭，逼走了你唯一的女儿。为了那个外甥女，你害得你自己亲儿子、亲孙子全部得善宠。现在老五死了，老二残了，姑爷要死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朕之长姐李昭，温良敦厚，于国社稷有功，特封为福康长公主，赐京郊长公主府10亿，居众公主之首。叩谢皇上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昭昭，我们终于出宫了。母亲，往后这长公主府便是您的容养之地，我们再也不回那吃人的深宫了。那个扫把星克死了皇后和太子，害得我们顾家也跟着倒霉。今儿个一顿饭也别给他吃。
表哥、姨母，你们都抛弃我了。太后，顾家传来消息，沈柔自缢了。据说死前身上没一处完好。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谁敢拦长公主的车驾？长公主殿下，微臣顾泰求见殿下。顾家已被削爵夺券，全族贬为庶民。顾泰，你如今不过是一介草民，谁给你的胆子拦本公主的车？公主，泰如今无依无靠，只要公主不嫌弃，泰愿自荐枕崤，为公主效犬马之劳。只要能伺候在公主左右，泰万死不辞。真恶心！呸！你想服侍本公主？泰愿自荐枕席。行吧，既然你有这份孝心，就跟本公主回府。本公主的长公主府刚好还缺几个洗公桶的太监，带她下去，净了身半分玩笑，只有高连理，让她好好干。长公主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国公世子。走了，谢谢你们。昭昭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。母妃，今天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什么都行，只要是母妃亲手做的。